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以视频方式出席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在当前新冠疫情仍然严峻、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气候变化问题愈加紧迫、阿富汗局势变化等复杂局势下，在本届联大上，习近平将发出怎样的中国声音，提出怎样的中国方案，备受世界瞩目。而拜登也将进行他担任总统后的联大首秀，发表演说，对联合国说美国回来了。然而，拜登上任后的种种表现却让外界感叹换汤不换药，某些领域对中国变本加厉的施压也给世界带来更多不确定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不无担忧地表示，中美关系已完全失调，他再次呼吁避免新冷战。第76届联合国大会会期从9月14号到30号，由于2020年的新冠疫情，这次也是2年来首次在线下举行联合国实体大会。本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于当地时间周二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拉开帷幕。作为国际多边外交的一大舞台，每年的联大一般性辩论都广受关注。据联合国消息，有83位国家领导人将在一般性辩论阶段亲临现场发言，另有20多位将发表预先录制的视频演讲。观察人士认为，新冠疫情、确保疫苗可及、经济可持续复苏、气候变化和人道主义形势等话题将成为此次一般性辩论的重点议题。根据秘书长古特雷斯上周四发布的联合国年度工作报告，截至目前，新冠疫情已在全球范围内造成超过460万人死亡。加快疫苗分配成为当务之急，但全球并未从疫苗研发中平等受益。面对世界经济仍然复杂严峻的形势，如何规避疫情导致的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目标受挫等各类衍生风险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与此同时，阿富汗局势突变也给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带来更大挑战。如此复杂严峻的国际局势下，习近平在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所作重要讲话引发外界极大关注。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本届联大上中国声音和中国方案备受瞩目。去年9月22号，在新冠疫情肆虐之下，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开篇就谈到面对疫情的中国主张。外界关注，在德尔塔毒株让疫情更趋复杂的情况下，习近平又将为国际抗疫合作传递怎样的信心？习近平上周五在上合峰会上就对外透露，中方迄今已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将近12亿剂疫苗和原液，居全球首位。中方将加紧实现全年向世界提供20亿剂疫苗，深化同发展中国家抗疫合作的目标。观察指，习近平此次联大讲话将再次亮明中国的清晰态度：新冠疫苗不是地缘政治工具，而是国际公共产品。中国会强调在当前全球面临严重疫情的情况下，如何加强合作来渡过难关。中国应对疫情做得非常好，中国的方法、中国的经验都是各国希望学习的。因此呢，各国对习主席这次讲话是非常非常重视。习近平在去年的讲话中还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和现实路径。他表示，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互通、休戚与共的地球村里，各国紧密相连，人类命运与共。我们要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跳出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思维，树立大家庭和合作共赢的理念。习近平还表示，要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深圳卫视梳理发现，习近平首次在国际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2013年3月23号。当时，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4年3月27号，习近平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进一步阐述命运共同体的理念。2015年9月28号，习近平首次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带进联合国大会。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
习近平在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初步系统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即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观察指，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人们愈意认识到中国方案的重大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和赞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这个主张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合理性，显示出它的生命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绝不是一句空话，它是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因此呢，中国这个主张呢，现在呢提出来已经8年了，在这8年当中，我想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今后呢会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它，努力去完成它。本届的联合国大会也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首次亮相联合国。周二的一般性辩论中发表演讲，将是拜登在联大期间的第一个节目。国际舆论高度关注拜登的这次演讲，因为各方都想知道他跟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联合国的敌对态度有着怎样的不同。自拜登上任以来，美国已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有分析指，拜登希望利用联合国这一多边组织平台，恢复美国在多边机构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利用联大召开的机会，重申美国回来了，外交回来了，修复被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破坏的美国声誉和软实力，并重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国际舆论还高度关注，拜登借着此次联合国大会一共想唱3出戏，除了一般性辩论演讲的第一出，接下来拜登还要借天时地利以及东道主身份之便，召开应对新冠疫情的全球峰会，以及主持美日印澳4方机制首次线下峰会。实际上，从今年3月起，美方就开始念叨4方线下峰会。白宫周一宣布，美日印澳首次4方面对面峰会将于周5在白宫举行。美方称，主持4方峰会展示了拜登政府将参与印太地区事务，并提升4方安全对话机制列为优先事项。4国计划在抗击疫情、新兴技术、网络空间、气候危机等领域寻求合作，而中国议题也将占据重要位置。中美关系持续在低谷徘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接受美联社访问时称，即使中美两国在人权、经济、网络安全、南海问题上存在持续的政治分歧，这2个全球主要经济大国仍应在气候方面进行合作，并在贸易和技术领域进行更积极的谈判。Unfortunately, today we only have confrontation.We need to re-establish a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owers. 古特雷斯还呼吁中美避免新冷战。他认为，比起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中美的新冷战可能会更危险。There were several forms to guarantee that things would not get out of control. Now, today, everything is more fluid.And even the experience that existed in the past to manage crises is no longer there. 古特雷斯呼吁中美避免新冷战后，白宫方面很快出面降温。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拜登政府不同意对美中关系的这种描述。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并非对抗，而是竞争。普萨基说，9月10号的中美领导人对话显示出这是一次坦诚的对话，肯定没有争论升级。他表示，拜登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他将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不寻求与世界上任何国家进行新的冷战。我们将继续追求我们的利益，我们将继续提升全球优先事项，但新冷战不是美国的目标或政策。中美之间的冷战如果爆发的话，比美苏之间的冷战所对世界所形成的最大的冲击是在经济领域，而经济领域，我们知道经济是一切领域的基础。如果全球的经济陷入动荡，那么整个世界的动荡的深度、烈度、广度就非常的严重。关键是在于美国要抛弃它那种冷战思维抛弃它那种零和游戏的主张。好，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你好，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出席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那您对此有何期待呢？主持人好，世界呢现在正处在转折点上，是全球合作共赢，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
多边国际体系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全球再分化，拉起有选择性、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的小圈子，用冷战思维和手段维护某国霸权地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呢，在联大召开以前，特别呼吁中美两个大国呢，修复完全功能失调的这个关系，避免冷战思维，需要呢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出一个与前一个不同、可能更危险和更难以驾驭的冷战。习近平主席9月10日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的时候也强调，中美呢分别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的关系，攸关世界前途命运，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世纪之问。转折点上的世界呢，是很期待在联大会议上呢，倾听中国声音和中国方案，期望中国呢在联合国发挥表率作用，推动真正的多边主义，解决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疫苗、阿富汗和平、气候变化等多种现实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习近平呢将回答中美关系这一世纪之问，进而呢对人类共同关切的问题提出中国方案，为合作共赢、互利互惠，推动今后健康的国际格局演进发出中国声音。另外，据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大发言中将强调，他不认同新冷战概念。那这是否意味着中美关系会向好呢？中国呢是言必行，行必果，而美国呢是言行不一，这个新瓶装旧酒。拜登誓言呢要抛弃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美国第一，支持多边主义，但看他怎么做的，他呢在有些方面呢甚至比特朗普还特朗普。拜登说的多边主义，新的呢是小圈子支持，说好了呢要支持联合国，实际上呢把联合国作为维护美国利益的工具和手段，合则用，不合则弃。拜登政府动辄说呢遵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这个规则呢不是联合国宪章，而是美国自己的规则。因此说呢，他在联大的发言说不认同新冷战这个概念，实际上呢是在行新冷战之实。暂且不要说中国这样与美国有利益冲突的国家，看看美英澳是怎样撇开自己的盟友法国，秘密进行这个奥克斯核潜艇谈判，就知道呀，美国的言行不一和自私自利。美国的对华政策明明就是对抗，这个动用行政等各种手段对华进行技术封锁和金融胁迫，他偏偏说呢只有竞争没有对抗。我估计呢，拜登会用华丽的辞藻去装饰美国的目标不是新冷战，但是人们呢听着听着就会发现他说的全是新冷战策略。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对中美关系向好呢还是持比较悲观的态度，因为拜登所说的在我任期内绝对不会允许中国超越美国，这才是他的真心话。为了打压中国，他呢会不择手段，包括用只有竞争没有对抗等话来掩饰真相。好的，非常感谢陈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近日，由于澳大利亚单方面撕毁与法国的潜艇合约，转而与美英合作，导致法澳两国高达400亿美元的潜艇项目告吹。法国与美英澳三国关系急转直下，先是召回驻美澳大使，随后又取消了原计划于本周和英国举行的国防会议。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相继发声，希望挽回与法国急转直下的关系，而澳大利亚则继续强硬态度。总理莫里森称，传统潜艇已经不符合澳大利亚利益，并驳斥法国不知情的说法。继做出永远不后悔取消法国的潜艇订单的表态之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周一抵达美国纽约，准备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再度就此事强硬发声，竟称常规潜艇已不符合澳大利亚需求，与美英进行核潜艇合作才是澳大利亚为区域和平稳定做贡献。We had made it very clear, I had made it very clear, that a conventional submarine would no longer be meeting our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what we needed those boats to do. That had been communicated very clearly many months ago. We will engage with European leaders. Importantly, we'll continue to engage with ASEAN leaders. 而在前一天的采访中，莫里森还吹起了自己和英美的关系。他表示，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能够与拜登总统和约翰逊首相建立的三边伙伴关系最符合澳大利亚的长期利益。据英国《卫报》报道，除莫里森之外，澳大利亚副总理巴纳比·乔伊斯也表态，
澳大利亚不必证明其对法国人的亲密和感情，因为在2次世界大战期间，数以万计的澳大利亚人死在了法国土地上。外界注意到，比起澳大利亚的强硬态度，美英的调门则低得多。法新社周一消息，为淡化与法国因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机制 AUKUS 而产生的外交分歧，英国首相约翰逊急忙灭火。在飞往纽约的途中，约翰逊接受采访时称，英国对法国的爱是根深蒂固的，英法关系坚不可摧。他还提到 AUKUS 绝不是零和游戏，也不具有排他性。 As for our French friends, don't forget, we stand shoulder to shoulder with France in so many important ways. People don't realize this, but there is one country with which we already have a nuclear agreement to share nuclear testing, and that is actually France. 此外，白宫也急忙为牺牲法国这一盟友的利益找补。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总统拜登将在几天内给法国总统马克龙致电，对未来两国之间的合作做出承诺。美国《纽约时报》分析认为，澳大利亚之所以态度强硬，背后离不开美国的撑腰。根据 AUKUS 达成的协议，澳大利亚军事力量将有大幅进步。不过，报道同时指出，在走出采购重型武器和绝密技术这一步后，澳大利亚将本国在今后数代人时间内的命运与美国拴在了一起。这是一次重大的战略下注，赌美国将在全球大国竞争中获胜，并继续在太平洋地区作为一股占主导地位的稳定性力量存在，即便代价不断增加。澳大利亚研究所国际安全项目主任萨姆·罗格文质疑，澳大利亚政府押上全部家当，自行坐上美国的战车，但华盛顿是否会信守承诺，目前不得而知。这一次澳大利亚参与到英美的相关的这个所谓的防务合作里面呢，可以视之为它最终在中美之间选择了美国方面，可能会成为下一步美国在亚太方面挑衅中国的一个马前卒，或者说跳得最高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么下一步我们说站在美国的战车的前头，那么给美国去火中取栗，对澳大利亚的整个的国家安全，包括对它的利益，必定会造成很严重的伤害。所以我们说现在对于莫里斯来讲，他所下的这个决心，其实很有可能是澳大利亚几年或者几十年之后一系列苦果的一个开始。不论如何，法国对于美英澳背信弃义做法的怒气值显然还在不断上升。被召回的驻美大使艾迪安周一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就在澳大利亚宣布和美英达成核潜艇合作协议的几天前，法澳两国官员曾会面，但法方并未提前收到澳大利亚潜艇交易将被取消的通知。艾迪安指出，自己被召回一事反映事态严重，法国已经对澳大利亚和美国失去信任。Our ministers made strong statements, and we felt really a strong disappointment by the decision, the Australian decision first. In terms of trust, which was there, which is not anymore there. Does your government feel betrayed by the United States? Yes, of not being treated like an ally, who still, and even the American president said it, that France play a key role in the Indo-Pacific Ocean. So yes, we have this feeling. It's disappointing. It's disappointing. Is it a matter of loss of trust now in the United States? I'm sure trust can be rebuilt, but yes, we have an issue of trust here, indeed. 法国外长勒德里昂更是直接炮轰，澳美合谋撕毁潜艇合约的行为是野蛮且无法预计的，犹如欧洲在印太地区已没有任何利益，强调欧洲作为美国伙伴制定外交政策时必须理会欧洲的利益。无法忍受被插刀的法国不但选择召回驻美澳大使，甚至有意搅黄已历时3年谈判的欧澳自贸协定。外界注意到，在这一问题上，欧盟坚定地站在了法国这一边。周二，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德国议员朗格透露，欧盟与澳大利亚之间出现了信任问题，一些成员国可能要求在类似的协议中建立更多的安全和保障措施，所以欧澳双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预计将被推迟。欧盟委员会也表示，将对美英澳3国建立的新3边安全伙伴关系进行分析，同时评估与澳大利亚已经进行到关键阶段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at the end of the last round with Australia, which took place in June, it was agreed that the next round of trade talks would take place in October. So this is the current state of play. We are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the AUKUS announcement and what this impact could be on this schedule. 2018年6月，欧盟与澳大利亚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迄今已举行11轮谈判，涉及取消出口壁垒和知识产权等领域。有媒体分析称，如果法国反对，欧盟将不太可能推进该协定。那么这一次呢，法国方面再次成了美澳英之间的这个冤大头。那么欧洲呢，很多国家也感同身受。那么因此呢，我们说欧盟方面可能会借此为契机，在这个防务政策啊，包括在这个外交方面，可能做出更多的这种团结的一些相关的手段。但反过来说呢，我们说现在对于欧盟也好，对于法国来也好，那么因为我们说自身的经济还有国力的问题，所以不太可能完全脱离美国来进行单纯的行动。因此呢，下一步法国方面、欧盟方面的反应可能更多是在口头上。好的，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健你好，那么美法澳潜艇大战还在延续，诸多评论都在强调正演变成跨大西洋联盟的巨大裂痕。那吴健您怎么来看呢？没那么简单。美国推动美英澳联盟问世，甚至拿法国的军火买卖来祭旗，吃相是难看了些。但客观上，有点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法国乃至欧盟的一些国家，却没有像我们期望的那样，不再追随美国军事介入亚太。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有一些军贸合同上的矛盾，就过分夸大他们的分裂。就像法国报纸里说的，法国既是欧洲国家，也是太平洋国家，更是民主国家。这种身份认同不是商业斗争所能打动的。我仅举一例，迄今为止，法国就毁约所做出的反应都是外交层面的，可实质上的军事合作呢，没受什么影响。你瞧，法属新卡里多尼亚的港口继续向美澳海军开放，法国海军呢，照样参与美国一系列的亚太军演，还积极的和美日澳印四方进行一个互动。所以我们要明白，可预见的未来，法国及其为首的欧盟仍会在亚太跟我们搞事情，插手亚太。没别的，谁叫未来20年世界的重心就在那儿呢？法国哪怕吃再大的亏，也得在此有一席之地。从我们的角度看，潜艇门确实暴露出西方不是铁板一块，因现实利益的冲突，他们内部会产生矛盾，继而产生政策上的分歧。而我们呢，也不妨把事情做得更深入些。一方面呢，要进一步的做好宣传和示范，强调我们绝不像西方那样在亚太画什么排他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把主权安全底线守得牢牢的，列出负面清单，不许他们触碰核心利益，比方说台湾、南海岛礁主权等等。要知道，今天的大国对局，谁虚弱谁强大，谁更有希望赢得明天，都是掩饰不了的。基于这样的战略自信，中国不怕各方来亚太，反而有可能借此调动各方，把试图归锁中国、搞乱亚太的迷梦冲得七零八落。那让我们来回到这个交易本身。那就您的看法，法国真的要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我的看法，第一大苦主恐怕不是法国，而是澳大利亚。如果法澳合同明确取消的话，巨额的违约金和已投入基建的天价费用将令澳方内外交困。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是法律上的无核国，虽有丰富的油矿，可自己连一家核电站都没有，更别提核潜艇了。10年前采购12条大型潜艇的时候，明确只能买常规柴电动力，而举目四望呢，西方能做4000吨以上的大型常规潜艇的只有日本和法国。前者呢有现成的苍龙，后者呢有核动力改过来的短期梭鱼。考虑到技术成熟度和国际关系，特别是负责提供潜艇作战系统的美国有了首肯，澳大利亚才在16年和法国签了单。而且法国人也做了巨大的牺牲，比方说大尺度的技术转移，全部潜艇在南澳洲建造，创造7000个就业岗位等等。用专家的话说，
即便澳大利亚克服法律障碍，在美国庇护下走上核潜艇发展之路，那么更合理的选择也该是让短期缩语升级为同宗同族的法国核潜艇为妙，这才符合澳大利亚的产业界和海军的利益。无论从厂方的机械设备的延续性，还是军方勤务保障，都是合理的选择。就目前看，法国人并不想坐以待毙。最新消息是，法国政要仍在和澳大利亚的工商界联系，希望寻求某种保留合作的方式，比方说修改合同的细节，向潜艇生产厂所在的南澳洲追加补偿贸易、牵制堪培拉中央政府等等。更主要的是，法国人所抱的最后一线希望是几个月后的澳联邦议会选举，不排除单方面毁约的莫里斯政府被别人取代。毕竟已经有3任澳大利亚总理在潜艇项目上有过颠覆性决策，项目走到今天也实属不易。况且引入法国技术的澳本土厂家已经全面铺开了，如果中途换马，将导致不可忍受的巨大损失。好的，非常感谢吴健先生在上海演播室的在线解读，谢谢。美国国会夏季休会期结束，国会2党议员们陆续返岗，但他们即将面临政府是否会再次关门的麻烦事。美财长耶伦称，财政部的现金余额将在10月降至不足水平，也就是国库马上就没钱了。如果国库不提高债务上限或暂停其生效，届时美国政府将无力支付账单，美国将出现债务违约。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共和民主2党争执不下，而拜登则又想开动印钞机。但是这一动作又会给全球带来何种影响？来看报道。美财政部长耶伦周日在《华尔街日报》刊文警告，美联邦政府债务违约很可能会加剧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损伤，债务违约也可能引发利率飙升、股价急剧下跌和其他金融动荡。此外，当前美国经济复苏可能会逆转为衰退，失去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增长和数百万个就业岗位。耶伦还强调，美国将在这场危机中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弱国。摩根大通则警告称，如果这次出现美国国债债务违约，美国损失的信誉100年内也无法挽回。对此，民主共和2党的经济学家和财政部官员已就此形成压倒性一致看法。美国上次遇到国债债务违约危机是在2019年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国债规模当时达到22万亿美元，因此美国国会暂停了债务上限机制，为期2年。而到今年8月1号暂停期终止时，美国债务已经超过了28.5万亿美元。在国会暂停或提高债务上限之前，美国财政部不得发行新债，耶伦和他的财政部也不得不动用非常措施来节省现金，避免超过联邦借款上限，导致政府关门。债务上限是100年前美国参加第1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产物。由于战争支出骤增，美国国会首次赋予了联邦政府自行发行国债的权利。作为美国特产之一，债务上限规定了美国财政部偿还国会已经批准的政府债务的最高额度，一旦达到上限，就需要国会提高上限或暂停上限机制。这个提高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债务上限来说，这个对于美国来说还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如果说你不提高这个政府的这个债务的上限的话，就意味着你之前授权的这个开支你没有办法付款，就好比是你信用卡已经划了，但是你没有办法去把它这个要把它这个填空给填上去。那么这个对于美国的一个信用评级也是非常大的打击。那么还可能会在这个短期内提升这个借贷成本，因为你这个政府到底什么时候会去付款，这个不确定性就非常的大，因此也会对整个的这个美国的，特别是美国这样的一个金融市场会造成非常大的打击。周一，受债务危机影响，美3大股指大幅低开，其中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均创今年5月中旬以来最大单日跌幅，而欧洲股市也受到影响，大幅下跌。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主党人不会拿美国政府的全部信誉和信用来冒险，必须解决债务上限问题。佩洛西呼吁共和党人支持提高债务上限，就像民主党人之前支持时任总统特朗普一样。但目前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仍旧各怀心思，围绕这一问题相互踢皮球。理论上，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此时应当团结一致，通过一项持续性决议为美政府提供资金。但当前的阻碍在于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及其共和党同僚不愿帮助民主党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
麦康奈尔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民主党的总统、民主党控制下的众议院和参议院，让民主党人拥有了提高债务上限所需的一切手段，这是他们的唯一责任。共和党人不会促成另一场不计后果的党派之争的征税和支出狂欢。”之前，共和党方面一直指责拜登政府花钱太多，比如麦康奈尔坚持认为，如果民主党人坚持要在基础设施、气候变化和社会福利上花费数万亿美元，他们就必须承担提高债务上限的唯一责任。因此，共和党已经明确表示反对提高债务上限。可以说，债务上限已经超越经济问题，变成了两党的政治议题。纽约时报分析指出，麦康奈尔上述论点的问题在于，拜登政府债务堆高部分应归因于特朗普执政期间的减税和自由支出政策。正如民主党人指出的那样，提高限额相当于为美国过去的行动支付账单，而不是为未来支出买单。另据路透社报道，民主党主导的参众两院将强制投票提高28.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以避免2013年、2018年1月和同年12月下旬至2019年1月的政府关门重演。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事情，我们看到目前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这件事情上还是拉扯不下，这就是显示了在一些重大的立法事项面前这个停滞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那么特别是在本届政府，我们看到因为民主党在这个无论是在众议院它是非常微弱的一个优势，那么在这个参议院的话，那么目前是两党都是50席的一个席位，意味着民主党你要去推进任何的一个立法计划都会面临非常大的威胁。最新的白宫简报警告称，如果国会两党不能达成协议，可能会在美国金融市场引发涟漪效应，导致用于救灾、基础设施和教育的数十亿美元援助停止，更不用说应对新冠疫情的行动。其实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14.3万亿美元法定上限问题，两党当时也没有达成协议，导致当年标普和穆迪两家评级机构把美国主权国债放入负面评级观察名单，全球金融市场在此期间受到了显著冲击。中国国民党本周6将迎来新一届党主席选举投票日。此前有不少人认为，本届党主席将会在江启臣和朱立伦2个人之中诞生。不过，在4名候选人进行了政见会之后，台大教授、台湾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以黑马之姿杀出重围，在最新的网络民调中大幅领先。张亚中为何成为国民党主席选举最大黑马？各候选人又有哪些两岸论述？来看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选举最后一场分区政见说明会周一在桃园登场，4位候选人各有诉求。江启臣强调自己不是只能用一次的免洗筷，批其他3人开很多空头支票。张亚中说参选理念是救党、救台、救两岸，找回党的灵魂。朱立伦呼吁每位候选人走中道正蓝的国民党路线，卓伯源则将矛头对外，提醒台湾人民不要再被民进党操弄。针对两岸议题，4名候选人各有表态。江启臣提出以9·2共识重启两岸契机，强调若他连任党主席，将亲赴大陆展开国共高层会谈。朱立伦主张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卓伯源则强调9·2共识是两岸重要的和平基础。张亚中除了表示异中求同无法解决两岸敌对问题，还拿出了缓和两岸关系的具体行动方案，也就是他多次提及的和平备忘录。张亚中承诺，自己一旦当选国民党主席，并且国民党在2024年的台湾领导人选举中获胜，和平备忘录就可以当作两岸和平协议直接签，最终让两岸走向统一。张亚中的两岸主张引发外界强烈反响，让其支持度急剧飙升的同时，也让这次原本被认为是江启臣与朱立伦之争的党主席选举形成了朱江张3者对决的局面。但朱立伦称，尽管党员听张亚中慷慨激昂的讲话爽度很高，但他毕竟没有从政经验。张亚中他那么积极的两岸政策，会不会让大家更担心？那这个问题是张亚中必须要解释清楚。他如果当选党主席后，他的两岸政策是怎样？他跟大陆的关系怎么样？他怎么化解一般选民的疑虑？我觉得张亚中有责任要把它讲清楚。对此，张亚中回应称，朱立伦的理解是断章取义。从他的发言可以看得出来，他真的是断章取义，或者是他的助理抄了几段话给他，他完全不了解上下文的这个意涵，他也不了解我提出一些主张他的用心之良苦。是我希望朱立伦先生真正对两岸关系有一点深入的了解，因为他所提出的问题的确是非常的肤浅，
可以显示出他在两岸的论述实在是非常的苍白。根据台湾 TVBS 电视台的民调数据，张亚中支持率从第一次不足5%到最新一次民调以30.6%支持度跃居第一。原本保持领先的朱立伦以27.5%居次，江启臣12.8%居第三，卓博源0.9%居于最后。其中，上周六举办的台中场政见会，到场声援张亚中的支持者规模远超越其他3位候选人。观察认为，敢说敢言的张亚中在这次国民党主席选举中意外声势上涨，成为黑马，根本原因是基层早已不满国民党中央一向软趴趴的姿态。台湾老百姓，特别是国民党许多国民党的党员，压抑得太久了，他们需要一种发泄。实际上，今天的张亚中跟前2年的韩国瑜，它是一个同类型的现象，就是很多老百姓对现实不满意，那么他们没有发泄的渠道，正好张亚中的思想理论就是张亚中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共鸣。所以说很多人呢就觉得张亚中说得好，就在政治上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张亚中的这种黑马的这种现象。随着张亚中崛起，引发国民党本土派焦虑，国民党内又传出弃江保朱的声音。过去支持江启臣的几位县市长转而表态支持朱立伦，被视为是弃江保朱的动作。不过，现任党主席江启臣称弃保是无益党内团结的做法。张亚中也强调，国民党需要团结。是在国民党内的选举，其实大家是应该理念之争，不要用这种斗争的方式要把别人给弃掉。情何以堪呐！我们不能一方面讲要团结，一方面要弃掉我们的同志。分析指出，此次国民党主席选举究竟鹿死谁手仍难预料，但张亚中支持者已经在国民党基层形成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而且外扩到一定规模的对民进党不满的中间选民中。如果朱立伦当选，如何运用这种力量对其而言将是很大的考验。反之，如果是张亚中当选，他面对的可能比朱立伦的局面更加复杂，因为他没有团队，目前也看不出有什么党内实力大佬支持，国民党将再次面临一个艰难十字路口。